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 Man 的弟弟阿仔。今天同样是二手车系列，为大家带来2019小改款的 Proton Iris，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代 Iris 啊。目前的在售款啊，就是和 Persona 一样的前脸，我感觉就没有什么个性和独特性。今天这款是 1.3 Standard CVT， 也就是最高送的 Auto Spec， 再下一个就是 1.3 的 Manual。当然，现在也没有卖美妞的车型了啦，这个是2019年的时候。今天就来看看 Proton Iris 有什么购买前须知通病，维修保养费用大概会花多少钱。这个频道不只有新车 review， 还有二手车的维修保养与通病，都是在你购买前需要留意以及做功课的。那么不要错过你想看的车款，可以先留言告诉我。再来记得要点订阅，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可以的话再顺手来个赞啦。这款2019年的 Proton Iris 啊，是吉利集团接手过后第一次 Proton 自家的产品上面进行改款，当然是和它的姐妹车型 Persona 是同一时间一起发布，而 Iris 啊就号称有367项改变。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外形，前脸比起改款前的话就变成更加帅气。改款前它的这个车灯啊，眼神就看起来比较圆润，比较斯文，好像很 smart 的样子。改款过后就是眼神杀气，看起来像一个 gangster。 其实最主要啊就是这个灯眉这里做出了改变。至于灯眉的改变你会从哪里看到，就是从这个 bonnet。 旧款的 Iris 啊，它的 bonnet 跟这个车头灯衔接的地方是一个弧形的，因此它的这个灯眉线条就比较是圆润的。没错的话，到了现款的 Persona 和 Iris 都是采用同一片 bonnet，所以你是旧款的 Iris 要 convert 成新款的话啊，可能就要连 bonnet 都一起换掉才可以 convert 得到。在这个 Iris 的 grill 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样有 Proton 当时主打的这个弓，这个是不错的地方。Standard 的话还是采用 Chrome 来给你做点缀。至于这个 Infinity Wave 啊，在 Iris 的身上就比较不明显，比较看不出。往下，因为这个是 Standard 的 spec， 所以也少了那个在 Saga 上面非常喜欢的这个 DRL 日间行车灯。头灯组的话，大家也看到了，车主已经把这个灯泡改去黄灯。在改款之前的话是采用 Projector 的头灯，改款过后反而就变成了 Reflector。不过里面还是有这个 Proton 的字样以及这个 Matte Silver 的装饰条来做一点点缀，近看还是 quality 有在的啦。没有错啦，这个头灯啊也是这个改款的时候相当有争议性的一个 downgrade。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当时候吉利刚接手啊 Proton 的销量本来也不是很好啦。为了走量， Persona 和 Iris 都直接采用同一款大灯，降低制造成本，跟刚才讲到的 bonnet 也是一样道理啦，省钱为主。来到车尾啊，可以看到整个就是比较扁扁的感觉啦，我个人就觉得没有它的车头来的那么好看，那么的出色。首先在它的尾灯灯组方面啊，里面都是一颗一颗红色的 LED 灯泡，虽然我拍影片也是看不太出来啦。再来往旁边走去，也有一个 Proton 的字样，这个也是这次小改款的一个重点啦。再来啊，它上面的这个 spoiler 也是蛮好看的，中间还有两个做了镂空的设计，可能有一点点的 aerodynamic 的效应。往下的这个设计就也是有类似通风口，不过啊，往侧面一点看它是没有开动的啦。不过如果之后你要加工就比较方便。再往上看回去，这个 Iris 的字样啊，既然有一个红色的 R， 给你感觉是不是很 sporty 嘞？打开它的 boot 啊，看起来空间也是小小，够用就好啦。hatchback 车通常买主都是载1-2个人而已的啦，如果你是需要更大的后车厢，肯定就会去看 Persona 了的。再来到 Iris 的车侧，可以看得出啊，整体的形状也是偏向圆润一点的，尤其是它的车门这里啊，并没有太多的一些线条感来点缀，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sport。当然这个 Standard 版它的 rim 也是最普通的这种啦，我就不拍特写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B pillar 这边看到啊， Standard spec 的话是没有粘上黑色的。然后它的这个门板下面的这一块设计啊，我以前就已经有吐槽过了啦，就真的是我不太明白啊，别人车的设计都是往内凹来制造一些刻线，看起来更加运动。不过这个 Iris 的做法竟然是把这一块做成凸出来，看起来不是更加圆润更加肥罢了咩？然后当时刚好就停在一辆 Golf MK5 的后面，就来对比一下他们的车身高度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啦， MK5 的高度既然是比这个 Iris 还要来得低，所以这个高车顶啊也是导致 Iris 看起来很圆润的其中一点。好像你看现在新款的 Myvi 都已经把车顶压低了，看起来就更加有钢炮的感觉。Iris 是啦，你的头部空间是会比较好，不过整个从外形的形象来讲就没那么运动，没那么好看啦。
所以你看啊，从这个造型上面来讲啊，就可以发现到 Perodot 总是比 Proton 早一点发现到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有改变。就好比 Proton 以往所出过的 hatchback 车款，几乎都是没有赢过 Perodot 的。Proton 的 hatchback 车款也屈指可数啊。所以 Proton 现在大家也可以发现到啊，它已经开始换策略，从吉利进来的车都是100千往上的，只有 X50 几个比较 low 的 spec 就是有到7、8万啦，没错的话，变成现在 Proton 啊，它已经不跟 Perodot 玩来打100千以下这种比较平价车的市场，反而它是打100千以上去打击日系品牌的市场。就卖比他们更便宜的价格，不过内饰、引擎、动力这些东西都尽量给到你更好一点的。我们来看看啊 ，Proton 以前的在 Perodot 手下败将的这些小车型，其中最不成功的就是这个 Tiara 咯，再来就是 CV， 当时候也是扬言要打击 Myvi 啊，结果也是结局闹蛮惨的啦。还有一款是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就是 Suprema S。你讲不成功，其实也还好啦，因为它是属于 C segment， Perodot 并没有相应的车款来跟它打过。不过当然它的销量和路上能见度也不是很好啦。这款车之后我也会出一个视频哈。同样 Suprema S 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不过爱比又是在这个 CVT， 这个稍后试驾的时候我会讲到啦，狠狠的吐一下。Proton 几款比较成功的 hatchback 啊，就只有 Satria。这个当时候因为跟 Mitsubishi 还有合作关系，所以它的这个引擎啊，包括这个车的形状都算是蛮受欢迎的啦。包括它之后推出的这个 Satria Neo， 我相信3大种族都是蛮喜欢的啦。再来还有一款就是 Gen 2， 这个是跟 Suprema S 一样，属于 C segment 的 hatchback。Perodot 到现在也都没有 C segment 的车款来跟它打啦。Gen 2也算是卖的还行，之后的 Persona 也是由 Gen 2延伸出来的啦。也不难发现到啊 ，Proton 现在吉利化过后的车啊，价格几乎都是蛮高的啦，跟 Perodot 已经拉开了一段的差距。然后我也有去找过资料啊，吉利品牌底下也没有相应的 B segment hatchback 车款是可以给 Proton rebate 进来的。所以呢，未来啊，可以看得出100千以下的这个比较平价的市场啊，几乎都是给 Perodot 烧到完了 ，Proton 也没有打算要跟它竞争了。所以呢，等到现款的 Iris、Persona、Saga 慢慢淘汰之后，我相信应该很难用到5万块、6万块就可以买到 Proton 的新车了啦。至于自己研发多一款新的车的话，几率也是非常低，都是要赚钱的嘛。所以当然还是以最低成本的做法先，看看市场反应，可能会有。就好比这个 Iris 的 B segment 等级啊，就像我上面讲到的啦，只要吉利没有出相应的车款给 Proton rebate 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会有这个 level 的新车出现。包括这个我之前有讲过的 S50， 可能啊，我个人预感而言，它将来也会是 Proton 车款当中最入门的车型了。因为我也有去找过吉利的其他一些车款，在 S50 以下好像都没有什么新款的车了。因为中国那里本身就并不是很黑这个 B segment 啦，他们都喜欢大车嘛。来到车内啊，我开着灯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灯光都是以白灯为主，你会看到一点点蓝蓝的，这样这个不是氛围灯啊，只是它头上那点阅读灯啊，车主也改成蓝色了。Meter 还有它的这些操作界面就白色的灯来讲，看起来也是蛮简洁的，又不会很廉价的感觉。不过一少了这些灯光的加持啊，一眼望去，没错，都是黑黑的 plastic， 而且质感看起来视觉感受来讲也不是很好啦。不过这个是比较 standard spec。可能高配一点的，它的材质方面会比较不一样，这个我就不确定啦。有车主的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整个内饰看起来是蛮简单的啦，好像现在最新的2022年的款式，这个 Center Console 的部分就更加精彩，还有这个大大的旋钮，这一款的也是不好看。然后包括这个 Gear Knob 啊，去到比较高 spec 的话是换成 Proton X70 最早的那一帮所用的那个 Gear Knob。不过 X70 现在也已经换成电子的排档杆了，就是 by wire， 造型就不一样了啦。当然也因为它是 standard spec， 所以呢并没有这个 push start 的 button， 还是用传统的插手时转。再来驾驶位啊，我就做给大家看看啦，其实是真的舒服哦。它的椅子啊，包括 Persona 跟 Iris 椅子都是偏高，然后椅垫也够长啦，可以看到我的大腿只剩下很小的一段距离而已。整个 driving position 来讲是蛮舒服的。来到后座，可以看到它的椅垫虽然是不如前座的那么长，不过还是胜在它的椅子高度够高，所以呢，你的小腿就不需要出太多的力去支撑住你的腿啊。有些车只是一味的把椅垫做长，并没有做高，小腿的话基本上还是要出力的啦。驾驶感受来讲啊，因为我都是在附近转罢了啊，所以呢，我并没有上到很高的速度，最多应该也是跑到60罢了啦。
这个1.3的引擎啊，就我用到来的这个时速啦，不超过100的话，是蛮足够使用的。整个反应还算是比较轻快，可能再上的话就会有点吃力了啦。再来我最嫌弃也是最介意的，就是它这个 CVT。老实讲 ，Iris 这款车我是真的有考虑过啦，二手的。不过真的我试过了，会被这个 CVT 劝退。就比较喜欢驾驶而言的人来讲，应该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Proton 的 CVT， 那个感觉真的是太过粗糙了。就在起步的时候，那种放 clutch 就是很生硬的一个压箱啊，好像所有动作啊，包括它起步，然后我从 P 进去 R 的时候都会有延迟啊，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第一天当 CVT 压箱，不太熟悉自己的工作流程是这样子。虽然日系品牌也有用 CVT， 不过至少它的感觉是顺滑的。这个Punch CVT啊，它在做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我换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顿挫，我进 R 会有一点点的顿挫，进 D 会有一点点的顿挫 ，D 要起步会有一点点的延迟。这个 CVT 坦白讲啊，真的是不合格啊，尤其是又放在这么操控还不错的一辆车上，我个人认为啦，它是 Proton 底下的一个败笔啦。这个Punch CVT 淘汰掉它了，你不换 AT 给我不用紧，你换别的品牌的 CVT， 我相信都会比这个 Punch 的好很多啦。再来啊，维修与保养方面的话，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 VVT 的部分，这个 VVT 啊有2样东西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叫 VVT Solenoid 的，通常也叫做 OCV Oil Control Valve。这个东西啊就会出现漏油的情况，它的位置就是在你的 VVT 的 pulley， 也就是 timing belt 的后面的那个方向，通常会比较难注意到啦。如果有拿去 service 的话，就可以让你的 foreman 帮你检查看看。一般上它会出现漏油啊，其实就只是这个 oil ring 在作怪，把 oil ring 换掉的话就 OK 继续用了的。第二个就是这个 VVT 的 pulley 它会有裂，有从外面裂，也有从里面内部构造裂的。这个时候啊，它就会造成你的 belt 跑位，然后会造成异响。所以你一 start 车的时候啊，可能你的 engine 你听到很像那种油死车的声音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还有第三个，同样也是会有漏油的问题。就是 Proton 这个 Campro engine 都很出名的 bar cover gasket， 这个基本上你打开 bonnet 就看得到了的，当然要把这个 cover 拆掉啦。这个东西就是 Proton 一路以来的通病，从以前的 Campro engine 到现在的都是会有这个通病。不过这个如果漏油的话，你一般上都看得到的啦， service 的时候才一起把这个 gasket 换掉就好了，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水滚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看回去我上一集这个 Saga 的影片。因为都是同样 1.3 VVT 的引擎嘛，上一集有讲过的东西，这一集我就不再重复了啦。再来第二个是 Saga 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个 CVT。Saga 用的是 4AT， 而 Persona Iris 用的都是这个臭名昭彰的 Punch CVT。这个 Punch CVT 是 VT2 的版本，再来还有 VT3 改良版。这个的话就是用在 Private 还有 Suprema S、Exora 等等的这些 Turbo 车款上面。这个 VT3 的压箱啊，它可以承受更高的扭力。最新的 Punch 是出到了 VT5， 这个 VT5 我相信会比较好啦。这次终于有用上 Torque Converter， 因为 Campro engine 啊，它本身的调教就是比较偏向高转速的，而 CVT 又不可以太暴力开。所以这个引擎跟压箱，我不懂 Proton 是怎样想的啦，为什么要找这个Punch CVT？ 引擎压箱应该是要互相配合的东西，结果他们的性格却是完全相反。然后这个Punch所出产的 CVT 也是少数没有 Torque Converter 的压箱，因此呢就会导致它的这些顿挫的缺点。通病方面啊，通常你在低档的时候会出现进不到压或者打滑，或者你前进的时候是一下一下这样子的。还有就是你放 R 不会走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准备钱了啦，你的 Punch CVT 已经准备要去 overhaul 了的。因为压箱它的构造是非常精密的，甚至比 engine 还要精密，一旦进到一点点的东西都不可以操作。这个Punch CVT 的通病就是它会磨到有铁粉下来，吸铁石又吸不到的话，就会造成这个 solenoid valve 电磁阀，这个电磁阀会阻塞。所以呢，这个Punch CVT 的话，保养方面你就要做好，最好就是跟着原厂给的 schedule， 不要 delay。然后 CVT 啊，本身也有分成链条和钢带的。链条的话，现在通常是 Honda 还有奥迪的 CVT 有用这链条。钢带的话，制造成本就比较低，所以都是一些比较平价车款会用上这个钢带，包括这个Punch CVT， 还有 Verdo 现在用着的 DCVT 都是采用钢带的。差异其实是不大啦，就是链条的话，它的耐用性会稍微好一点点。再来保养方面的话，根据原厂的标准啊，一般保养大概是在300到400块里面可以搞定。
如果你去到外面车厂 service 的话，200块左右就可以搞定了啦。如果是 major service 的话，是在6万公里或者36个月。这个时候你更换的东西就有点多，其中就包括了这个 CVT 油，总共是164块，还有加上这个 CVT filter 是156块。说得到来你这一次的这个6万公里的 major service 差不多要花接近1000块。都看到这里了，你应该很少在 YouTube 上面会看到帮你讲解汽车好不好养的频道。那么不要错过除了新车 review 以外，还有这些二手车保养的维修知识等等的话，记得要先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可以的话再顺手来一个赞啦。订阅跟赞都是免费的，敢跟它点下去就对了。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拜。